作为雷克萨斯在华的绝对主力车型，一直以来 ES 呢是以优雅和舒适著称。而全新一代雷克萨斯 ES 不仅优雅，而且在空间、舒享和美学方面有了新的突破，是一次全方位的跃级。在美学上突破啊，实际上是最明显的。整车的气质呢，优雅、大气、稳重。同时呢，这个纺锤型的格栅进行了特别科技化的处理。可以看到啊，这儿还是纺锤，但是呢，通过这种方格的菱形造型呢，增加了这种时代感。而且呢，发动机舱盖上有2个隐形的格栅，实际上非常细微，在这格栅里边呢，带着力量和突破。双 L 大灯，一个是日间，一个是转向。然后呢，我们绕到侧面来，可以看到啊，半隐藏式的门把手兼顾了美观和功能性。另外呢，这条线是新 ES 最重要的一条线，它叫御风线。然后曲意呢是说昂扬向上。全面的越级啊，也体现在车身尺寸上。现在的长度已经超过5.1米，应该说超越了 C 级，达到了几乎是 D 级行政轿车的尺寸。整个的后背呢非常溜，应该说呢像一个轿跑的外形。这样的比例呢，看上去呢既有力量又有动感。同时呢，这个雷克萨斯新的尾灯跟所有的新势力的都不一样，它不简单是一个灯带，而且呢里边呢还有细节，而且呢把雷克萨斯的字母也融了进去，所以辨识度非常高。雷克萨斯的设计呢，往往是说第一眼看上去不是那么的惊艳，但是呢它有一种历久弥新的感觉，非常经典，非常耐看。全新的内饰啊，一进来就被这个竹子的材料所吸引，不光是中控台，门板上也是竹子的纹，所以呢显得特别的雅致。而且呢，这个竹子背后呢还有高科技，一会儿我们看一眼。这个双联屏呢应该是突破性，每个呢都是14.1英寸，里边的内容应该说和过去相比有了质的飞跃，不仅有多媒体，有车控、导航，然后呢也能看到全民 K 歌和 QQ 音乐。我觉得应该说跟过去的风景相比，已经翻天覆地了。这个双联屏呢，从我这角度看，副驾屏呢有点暗，其实呢是防窥膜在起作用，这样呢不影响驾驶员的驾驶，提高安全性。看它这个氛围灯呢，能够透过这个竹子的内饰呢反射出来，所以呢也真的是一个高科技。重点说一下可以隐藏的空调按钮，我手离近了以后它显示出来，而且呢操作的时候呢特别好的这种物理反馈，等我手离开以后，它过一会儿就会熄灭，而且这个动作呢非常的温文尔雅。整体内饰质感呢还是保持一如既往的高水准，无论是皮子的质感，还是这种金属的触摸感，功能性上也不缺，实用的杯架啊、手机充电，甚至包括了 Type-C 的插头。在手套箱啊有3个定制的香薰，也是以竹子为灵感，应该说呢非常的有优雅气质。副驾座椅呢有舒享套装，不仅靠背可以调节，而且呢腿部还有腿托，再配上这个不错的娱乐屏，还有上顶这个很大的化妆镜，这应该都是女主人非常喜欢的。得益于这个2950的轴距呢，后排空间非常宽敞，而且呢座椅的质感和舒适度也非常好。可以想象在这儿欣赏马克莱文森高级音响，应该是一种很好的享受。雷克萨斯的内饰啊，从来都不是炫技，那么它是要让人坐在里边安心、舒享、放松，这是雷克萨斯的设计哲学。不仅照顾到功能，更重要的是要照顾人的心境。新一代动力呢，仍然是我们熟悉的300H 的混动系统，应该说呢，油耗进一步的降低，只有4.4升。那么这样的一个兼顾动力和油耗车型，而且是这么大的空间的一个车型，应该说会受到消费者青睐。简单体验 ES 之后，发现全新一代车型呢，保持了过去的优雅，同时呢，在美学、舒享和空间方面有所突破。对普通消费者来说，它更大、更好、更省。所以，如果你是雷克萨斯和其他豪华品牌的老车主，那么看一看 ES 应该会有惊喜。